好的，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同学们，全球的投资者们，大家早上好呀。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开始12月9号的公开直播。大家如果是在直播间内准时来到直播间的，现在是香港时间的早上10点，我们可以先打声招呼啊，先跟大家呢问声好，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大家如果是在直播间内，我们也在开播之前讲课之前呢，先测试一下设备。如果我们的画面是正常的、清晰的，声音呢也是能够听得清楚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回复一个1，我们做一个签到。又没有声音吗？有声音吧？好，有些同学可能要调试一下设备啊，我这边应该是正常的。阿哲呢是尽可能调试正常之后我去呢进行这个直播的开始刚刚助教老师说正常的应该是正常的，没问题是吧？好，这个大家呢一来就吓我一跳啊。好，那么昨天呢我们其实是讲了一节这个公开直播课，每周的周天和周一的早上10点我们呢会召开这一个阿哲讲技术美股频道的一个直播。有时候呢我们讲一下这个行情这个有时候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技术。昨天呢主要是以这个风险识别来去展开本次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内容。那么像上周的课程声音很小是吧？那阿哲呢把这个麦克风放前一点。那么每周呢我们都会有一些主题。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阿哲在首页在首页只要你是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或者说订阅观众，那你应该可以看到阿哲的这个首页有一个直播的列表。那么每周呢会有2场直播，像本周的直播呢就是12月8号和12月9号。那么像上一周呢我们讲的就是12月1号和12月2号。那么一般这个直播的回放阿哲呢会保留，应该会有1到2个月左右。所以呢如果你是昨天的直播错过的，那么也可以在本次直播之后呢可以去补一下课去呢补上。像我们每周呢会有不同的观点，像上周呢阿哲的观点就是美股本周会加速，以及呢方向的选择在本周。那么很明显12月初市场的走势基本是单边的上行连阳的动作，也就是呢在市场当中可能就出现了一天的阴线阿哲呢是主要讲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科技股方面。那么像在8号9号我们的直播的主题呢，阿哲认为的是美股在本周会出现变盘，以及呢本周上涨之后，在上一周连续上涨之后呢已经有了一定的风险，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一个利润之后，我们要怎么去操作那么昨天我们是讲了一个卖出的技巧，叫做复线。那么关于这部分内容呢，阿哲就不再强调了声音可以是吧？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注意这个变盘。什么叫变盘？就是市场当中怎么样能够定义为变盘？所谓的变就是当前的方向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市场当中它会怎么改变呢？比如说目前的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它是不是一直往上涨一直呢在单边上涨，就是12月初的这一周的走势是吧？3天的阳线4天的阳线，1天的阴线它是一个单边的上涨，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像样的下跌。好，那么这种行情它能够怎么去变？就你能够想到的，它能够怎么去变？我们昨天有讲过变盘点的一个技巧，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认为能够变盘，那它究竟会有几种改变的方式？你想一想，如果你能够想到一种你可以回复1你说有一种变盘的方式，那回复1就是它的方向会怎么去变化如果你觉得有2种，可以回复2如果说阿哲我不太清楚，你可以回复0这部分内容呢我们是昨天在讲变盘点的时候有去讲到，就是市场的一个方向遇到变盘点之后我们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是的，美股的这一周会有一定的风险的情况，就不一定是100%因为目前从右侧的角度，我们昨天讲得很清楚就是目前的市场从右侧的角度你是看不到风险的，因为它一直在上涨。我们等会会讲一个非常简单你判断这个右侧风险的方法，就是它可能比负阴线还简单昨天的负阴线呢，还有同学这个有点迷糊昨天这个要创新高这个收盘降低可能比较迷糊。等一下我们说一个更简单的
啊，你看收盘价也可以啊。但现在呢，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变盘的方向它究竟有几种？好，我们就假设以当前的纳指的走势来看，就是它的变盘会怎么变呢？首先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最正常的变盘，就是它可能会转变它的方向，就是最直接的，本来是上涨，而后呢转为下跌，这种叫做一个变盘式拐点啊，它呢是由上涨转为下跌，这是一种变盘。好，另外的变盘呢就是股价它目前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从趋势的角度，那它依旧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再次的加速，就是本来前期是怎么走的？本来前期是不是这么走的啊？它是一个震荡上行，而后呢，在这一个变盘点之后啊，我们等等会再讲一讲怎么去识别啊，它是变盘点。好，在这个变盘点之后呢，股价由一个前期的缓涨变成了加速的上涨。好，那么这个地方你说能不能再次加速？也可以吧，因为这个地方虽然说是一个加速上涨，但其实还不能说是非常强的那种加速，它的缺口呢就一个。那你看一下前期这个地方的加速，那是不是一个缺口、两个缺口啊？这种呢就是更强势的加速，连续的缺口。那现在呢可能就一个缺口，你说它再加速再来两个缺口可以吗？也不是说不行只是可能性特别低而已。好，这是第二种，就是上升过程当中转成加速的上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它的走势会变弱，就它的变化，它可能会由一个急涨变成一个震荡行情。好，这又是一个变盘容易出现的情况，大体呢是三种啊。如果要讲的更加准确或者说更加严谨一点是三种，如果我们宽放一点，那一般就是两种，一种就是可能当前方向呢出现加速，一种就是拐点啊，因为它不管是走震荡还是走下跌，都是改变了当前的上涨，所以呢你可以说它是拐点，就是这两种啊。你说2和3都没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去看一下今天的目录。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要去做一个风险的识别啊。我们所教大家的一个方案，会告诉大家怎么通过右侧和左侧的技术来看待目前的市场，包括你手中的股票啊。注意了，阿哲所教的方法呢，不只是指数可以用，就是你的一个个股呢，大多也适用。好，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个右侧的方法，就是昨天我们是讲了一个负阴线，是吧？阿哲把这个负线的一个标记打出来。那什么叫做负线呢？就是有那么一根 K 线啊，它的一个最高价阿哲把这个屏幕放大一点啊，来看到这里，有一根 K 线，它的阴线啊，就是这根 K 线是阴线，而后它的最高价呢比昨天的阳线啊，昨天呢是一根阳线，比昨天的阳线的最高价要高啊，创新高了。我们说为什么要它创新高啊？就是因为当时盘中之前是上涨的，而这一天继续上涨，它就会让大家误以为今天依旧是非常强势的，今天呢依旧能够持续的上涨，因为之前都是如此啊。这个方法在持续的上涨单边行情当中，一旦出现它的右侧风险是很明确的、很明显的，特别是加速之后，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连续的上涨，是吧？连续的上涨，连续的加速。好，那么到了一个相对的上涨的点位之后，它这一天又再次的进行冲高，盘中你肯定是看不到它会有风险的。我们说右侧交易者是很难在上涨时去卖出股票，很难呢去在上涨时呢去进行一个逃顶的。所以这一天冲高之后回落，那谁能够在高点卖出呢？前面连续上涨之后，有谁能够在今天冲高的时候卖到一个高点呢？散户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前面是一直的上涨。你试问哪个散户，包括你现在那哪怕阿哲说，在周五的时候这根阳线是风险，那你想想有多少人敢在那一天卖出呢？没有人敢在那一天卖出。阿哲呢也不觉得散户必须要在那个高点卖出你可以等待一个下跌后卖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散户知道哪一天会是高点包括你说这一波上涨的时候，这一根阴线出现的时候，你能说这一天不是高点吗？你怎么知道这一天不是高点？好，你说这一天是高点，那第二天是不是直接就反包阳线上涨了？那你会发现的是，那你如果在昨天卖出，是不是卖错了？好，那么昨天卖错的人，在第二天又再次的上涨冲高的时候，他还会去卖出吗？
它也就不会卖出了。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高点卖出的散户呢是极少的，你不能说没有，就真的可能有一些很厉害啊，就像我们有同学说的啊，可能看小级别有些人看出来了，但是那毕竟呢是少部分人，所以大量的资金能够在高点卖出，或者说能够做出这一天的下跌的，基本就是一个机构的行为无疑了。所以在单边上涨的市场，如果你发现有一根 K 线冲高回落，而且回落的幅度呢比昨天的阳线一半都要大啊，基本上你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出货行为，就是上涨当中啊，就有时候你可能在下跌时遇见啊，或者说是刚涨不多的时候出现，那这种呢就我们昨天说了怎么去买进啊。但如果是暴涨之后加速之后啊，你手中的股票加速之后出现这根 K 线呢，那么你要小心了啊。包括我们看到啊 MSTR 来，好，看到这里，那你会发现像这根 K 线呢，它不是说一定在高点出现的哦啊，像这里也是负线啊，它是不是盘中有冲高，而后收盘呢是不是跌破了这根阳线的实体一半？好，它也是个负线，但股价后面呢还能涨，为什么？因为它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它呢并没有经历过暴涨啊，而后呢也有一些买点出现啊。如果你说阿哲这个负线之后怎么去买进，我不知道，你可以在下课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回放啊，昨天阿哲有讲到啊，像这个负线呢是买点，像这个负线呢是买点。好，那么当股价积累到一定的利润之后，那你会发现出现这根 K 线，它就预示着风险了。好，这一天出现，你说阿哲我前面拿了一大波的利润，好，那么在这一天出现，你还不卖吗？那是不是这一天我们虽然不能卖在高点，但至少呢，你可以看出它是一个风险。那这一天之后，你至少是不是要卖出了？你尽可能的就获利了结了啊！当然这一天 MSTR 呢是比较夸张的，被做空了。但如果它不是被很明显的做空的话，它可能会给到一些很好的卖点。好，你会发现这根 K 线之后，是不是市场当中不是很好啊？包括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只个股，亚马逊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好，那么之前这个地方是你看，你说 MSTR 的那个大跌，阿哲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卖出了。那一天呢，可能我要大幅的回吐利润，我才卖得出了。你这个方法，可能那样的股票好像就不是很有用。那你说每次都会遇到刚好机构做空吗？那你会发现亚马逊前期的183.69这个低点往上涨到这个地方，它这一天有大跌吗？没有大跌吧。但是它这一天是一个负线，从低点到这个高点，它只有出现过一次负线。好，这个负线的特点，如果你是新同学，那么你一定要记住了，你一定要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究竟有没有出现这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在当下的市场啊，如果它提前于指数出现，那么它肯定是弱势的。如果它是在到时候指数如果出现了，它也出现，那你要知道是风险。好，这是一个右侧的识别方案。当天股价是继续创新高的，盘中依旧上涨的很强势，但收盘呢却比阳线的一半还要低。那么这一根 K 线出现的时候，只要是在上涨途中，只要你已经有了钱了，你说阿哲我赚钱了啊，我不管你赚多少，你这个地方应该做出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能够理解这一个负线的出现和它的操作方案了吗？如果可以的，回复一个 Y 啊，回复个 Yes。就今天啊，或者说最近呢，你就不用再想怎么去买入股票的事情了，因为从近期这2周的时间，指数不管是哪个指数，它都是上涨的啊。你从这个月份来看，月线、周线来看，是不是连续都是上涨的？所以目前呢，你不用太过于考虑怎么去买股票的事情，你开始要想一想了啊，你要怎么去卖股票的事情，是吧？那么之前在指数的走势当中啊，如果你是老同学，你应该记得，是不是在这一轮下跌的时候，我们当时讲过的内部课是什么，以及当时阿哲在公开课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叫抄底专家的系列课程？叫抄底专家的系列课程，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很明确吧？啊，如果你是老同学还记得的啊，你可以回复个1。就这个地方，当时我们是不是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是抄底专家。好，那你说，哎，阿哲，那么行情走到这里了，你能不能再教一下抄底的方法？阿哲呢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所以这2周呢，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不是最近啊，这2天的直播，我们讲的都是什么呢？讲的都是一个卖法，就是怎么去获利了结的方法啊。虽然说这些方法不一定能够让你卖到最高点，但至少是不是可以让你有一定的意识，知道什么时候是风险，是吧？回复1的基本都是参加过的啊。我们的抄底专家当时第3期就是在这个地方举办的。那么像本周呢，我们举办的课程就不是抄底专家了，是吧？啊，这个本周呢，阿哲更多的是讲一些左侧的一些研判方式，这是我们本周的课程。那像本周我们就不是讲买点那么多了，基本上都会讲到，比如说怎么去预测风险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啊，今天的课程。是的，行情走到这里，你就没有必要说阿哲我想要学买点啊，你要学买点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学买点呢，只会让你受到一些伤害以及痛苦。现在你要知道的是，要么你学持仓的方法，就是我怎么去持股，能够把这一波牛尽可能的短线牛把它拿到最后要么你就去学卖出的方法，我怎么样呢，能够把当前的利润获利了结，不要说出现太多的回吐很多同学为什么在股市当中辗转反侧，你就是很难去积累到足够的财富不是说你一直不认真的学，有可能是你的节奏不对。像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时间预测的方法，也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时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月相预测术其实就是通过月亮的反映股市的涨跌，而后你会知道哪一个时间段去做多，你的胜算会更大一些，而哪一个时间段你去做空，或者说你去卖出，你去空仓，你去休息，你去玩，你会更轻松更对一些但有些人呢，就是全程在股市当中摸爬滚打不管指数怎么走，不管市场环境怎么样，他就是一直买一直买买了亏了就止损，买了赚了或者说买了亏了就被套就不卖了或者说买了赚了也不会卖，而后呢利润就回吐。所以有时候有行情他也赚不到钱，有时候没行情呢他会亏更多钱所以我们今天以及在本周我们的课程就会讲一下怎么通过4个维度价量时空，尽可能的分析出当下的市场你应该干什么，是买还是卖。好，那么现在呢如果是你之前没有参加过内部课的，那么本周的课程呢记得要参加稍后呢阿哲如果稍后阿哲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参加这些内部课程。今天第1节是公开课好，那么我们知道了复线之后，现在讲一个另外的一个阿哲觉得更为简单的研判方式，就是股价怎么样算是走势会变强，或者说什么样的 K 线能够表示多方是强势的，什么样的 K 线呢能够表示这个空方呢是强势的。因为现在我们说了，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找买点，所以阿哲先讲一下空方强势的 K 线，就当股价走势是不是连续性的上涨，那么这种 K 线就是强势的多头。为什么说它强？因为它今天的收盘价是比昨天的最高价高的这一个 K 线就叫做多头很强。单纯通过这一根 K 线来看，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好，那么这根 K 线属于非常强势很明显的多头做多的一个 K 线。好，一旦如果在下跌时出现这种 K 线呢，你就要去关注。好，反过来如果市场当中它是一个极度强势，或者说已经有了大量利润产生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去关注的就不是做多 K 线很强势的那一天了，因为做多 K 线在低位的时候你可以去关注，但是如果在高位，你说阿哲这一天也是做多 K 线很强势比昨天强这个时候你去关注它的价值就不高了，因为它是在一个大众都知道的情况下出现的。像之前市场暴跌之后，你说这一个首次出现，它就值得你关注，它有可能是一个强势反弹的高点，但它也有很大的概率是一个强势的启动点。好，但是等到所有人都知道目前的行情很强势了，在加速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关注这种极强势的 K 线，它就不一定是机构所为，或者不一定是市场的大资金做多所为，它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它就不是那么的纯粹了。它有很多散户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资金在这里看多，但不一定就是很纯粹的之前的聪明钱、聪明资金。好，所以越往后走，股价越是上涨，这种收盘比昨天最高点高的 K 线呢，它的效果会越差，
因为你越难看出它真正的含义。有时候高位的出货也会用这种极强势的 K 线产生所以呢，在上涨当中，特别是加速之后，这种 K 线就不是很重要了。而我们要关注另外一种，就是在当前行情已经极度的强势的情况下，如果敢出现一个做空力量很强的 K 线，那它有没有可能也是聪明钱所为？有没有可能是机构所为？是不是很有可能？好，出现了一根 K 线，当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比昨天 K 线的最低价都低的时候，这个条件是不是在负线当中和在防守阴当中都有？不管是负阴线还是防守阴线基本上都有用到这个条件，就是收盘价比昨天的最低都要低一旦出现这种 K 线呢，它是很特别的，这种叫异动的 K 线，特别是在上涨当中出现，因为它有两种含义。一种呢，就是市场在这一个地方有聪明的钱提前于市场去卖出，去逃顶了，去获利了结了，而且是一个很明确的动作可能是最后的一次获利了结，最后的一次卖出。好，那当然了，它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砸盘嘛，是吧？上涨当中如果后续还有上涨行情的话，它也有可能是砸盘，它是为了把之前已经赚了钱的散户尽可能的赶下车一部分尽可能的去恐吓一部分，不可能说一波行情涨到尾，这个机构和散户一起拿着股票吧，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当中呢是一个对手的关系，你很难的去共存在行情的全程。所以你会发现的是，之前的走势往往出现了一个什么呀？收盘价比昨天最低要低的 K 线的时候，是不是很恐慌？当时市场就是见了低点。当一根阴线出现，而后收盘比昨天最低的时候还低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不是很恐慌？但是呢，它见了低点这是一个防守阴线和负线。为什么会采取这个条件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阿哲呢想告诉大家，这种 K 线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种异动这就是一种异动，不管它创不创新高它就是一种异动创新高呢我们叫做负线没创新高呢叫防守阴线细节上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含义呢就是找到这种 K 线。好，那你会发现的是，像这一天也是今天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低价都低了，那是不是它也是一根很明显的出货的 K 线？但你会发现它后续也见了低点。每一次出现，包括阿哲这个头遮的地方，你看前面下跌都没有，直到这一天收盘比昨天最低要低了，你会发现见了低点。收盘比昨天最低要低了，你会发现见了低点。你会发现最近的行情每一次都是不能说每一次吧，9成9吧一出现这个 K 线就是低点所以我们说这种 K 线的含义呢有两种，一种就是砸盘，因为后续还有行情，所以需要这样一根 K 线呢来让一些人相对来说下车。那你会发现，当这种 K 线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市场都会变得不太稳定有很多的利空的消息开始出现了开始互相配合了有人呢出来说这个经济方面不行了经济方面又下行了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数据表明这个美股后续不太行了。是不是每一次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包括特别是这一根的时候以及这一根的时候，阿哲记得很清楚一出现这种 K 线，市场当中的负面情绪就很重，然后呢有很多的假消息，或者说不能说假消息吧，就是有很多所谓的利空出现你有这种感觉吗？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短线的情绪的时候，差不多是如此。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是低点呢？那就是因为它有另外的一种含义，就是市场在加速之后，它一旦出现是有机会，有可能是资金的最后一次的提醒，最后一次的逃顶的信号所以当时我们是不是说出现这种 K 线要小心后面出现了一波大跌当然这个大跌之后它又出现了低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包括这一天收盘是不是跌破了又是低点。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这个 K 线，这种 K 线它就是一个风险的信号，一旦出现了，你先不用管，你说阿哲会不会又是洗盘，又是砸盘你一定要小心。哪怕9次里面呢只有1次是资金的出货，你那一次
或者说你这10次里面呢，都尽可能出现它的时候，你要小心啊，因为不是每一次都会砸盘，每一次都不是出货。那如果这一次你没有躲过，你会发现当时左侧的这一波利润，那是不是都还回去了？你说阿哲这好像也没跌多少啊，怎么可能还回去呢？那你想多了，前面高点下跌，在这里加速下跌，基本上前面的上涨有超过一半都吞掉了，指数都超过一半吞掉了，你手中的利润，大家想想，到了这一天，你想想这一根阴线出现的时候，如果你再去卖出，你手中的利润还剩多少？如果你觉得你手中的利润还能剩50%的啊，你回复一个50%，你觉得还能有20%的，回复个20%，你觉得还能够有10%的，回复10%啊。就假设啊，你赚了钱了，好，这一根阴线出现的时候，你说我前面上涨我买进我赚钱了，这一根阴线出现的时候，你再去卖出，或你说你再去获利了结，在这一天出现的时候，你手中的利润回吐，你觉得还能剩多少？啊，还能剩多少？比如说你赚了100万美金了啊，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还剩50万美金，还是20万美金，还是只剩10万美金？至少它不可能是50吧？啊，要么是10，要么是20。如果你这里阿哲还是讲的最乐观的情况，假如你是在最后一根大阳线买进的话，那这一根阴线出现的时候，你可能要亏个20-30%。是吧？这是有可能的，特别是你买到弱势股的时候，你不要说赚钱了，你不亏都好。你说阿哲，那我当时我在最低点买进的，好，最低点买进的，你可能还能剩个50%，但是最低点买进的人有多少呢？没有多少，大部分人买进当时这一波行情的时候，是在这一根阳线的时候会多一点点啊，但是这一天呢，可能还不是最多的。阿哲感觉最多买进的应该是这一天啊，就是可一可二啊，不可三，一般第3根大阳线就要小心了。但是很多散户呢，就是第1根出现的时候不敢买，是吧？第1根出现的时候不敢买，第2根出现的时候呢，有点心动，看的旁边的人都赚钱了，有点心动啊，网上一堆人都说赚钱了，赚大钱了，牛市来了，哎，心动了，开始买一点。好，第3根大阳线的时候呢，好。感觉牛市真的来了，又是跳空又是大阳，满仓直接买进，所以你会发现，你感觉是一波行情很漂亮，但其实大部分的散户的短线成本是在第2根阳线和第3根阳线之间的，所以一旦出现这一根阴线的时候，大部分的散户别说赚钱了，不亏钱都算你厉害。所以你说在第1根买进的少之又少啊，少之又少。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当出现这根 K 线的时候，特别是前面有大涨的时候，你先做出获利了结的动作。你说阿哲，我会不会卖错呀？卖错的话，说明后面还有行情，你再买回来不就行了吗？但如果卖的是对的呢，你会发现你逃过了一轮大幅的下跌啊，包括这个地方，你说阿哲这里是一个负线，是吧？它虽然没有跌破昨天最低，但是这是个负线。好，我这一天卖出是不是比这一天卖出的人要好啊？你回过头一看，阿哲怎么可能有人那么傻呢？这个低点怎么会有人卖出呢？这里也是个低点，会有人那么傻在这里去卖出吗？那不是就卖到低点了吗？但你会发现的是，卖在低点的人是不少的啊，一卖就涨，很多人是能够做得到的啊，一买就涨很难，但是对于散户来说，一卖就涨应该是不止一次遇到。好，所以当下的行情，在这种利润堆积的行情之下，大家注意了，我们就一定要小心。如果出现一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低价格要低的话，那你不管它是防守阴线还是负阴线，那么都是一种空方的信号，一个离场的信号。你先不要管它是一个洗盘、砸盘，亦或者呢，你说这个后面还有没有行情，都不要想，你只要记住了，你现在可能赚了100万。但是如果这一根阴线出现时你不卖，可能后面你就只能剩50万了，甚至更少。如果你现在可能是高点买进，你赚了10万，好，这根阴线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啊。如果你不卖，后面可能就要亏，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出现这一根 K 线的时候，意味着你手中的利润要不保了。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一定得要去获利了结。短线上，阿哲讲的是短线，因为这一波上涨是短线，你的利润大幅的出现，是吧？
它短线上让你的手中的筹码突然变得很有钱。好，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会不会一直这么维持下去，开始有所幻想。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当前可以幻想，但如果出现这么一根 K 线呢，今天的收盘比昨天最低价低了，你的钱就应该要守好了。你要知道有人要抢你钱了能够明白吗？能够理解的回复一个6回复一个6。阿哲讲的应该很明确了阿哲呢不会跟你说这个出现之后可能涨可能跌阿哲只能会跟你说，出现之后呢，你卖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会涨可能会跌，但是我们的操作呢就是你卖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只要这根 K 线出现，一般意味着市场的风险是有的。好，你说阿哲这根 K 线一定会出现吗？只要调整一定会出现你可以回顾一下行情嘛。这根 K 线其实不少见，它就是一种空方强势的信号。你回顾一下行情，就它不一定就是出货，但是它一定会在调整中出现。好，你看一下这波行情是不是见了高点之后包括这一天是不是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是一个洗盘。这一天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是不是又是一个低点附近因为它在初期嘛，行情没有走完嘛，它以此作为洗盘。好，来看到这里，你看正常来讲，有些时候你看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吧，又是一个低点，是吧？而后你会看正常，如果连这根 K 线都没出现的话，一般就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资金流出了好，你看这一天收盘比昨天最低价低了，是个低点，是吧？这一天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这一天还没低呢这一天还没低，这一天收盘比昨天最低价低了，好，又是一个低点，是吧？你会发现上涨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喜欢用这种 K 线来洗盘以及来砸盘，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很好，它会营造出一种特别恐慌的现象。但是你不能说阿哲我看到这根 K 线我不走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天，你说阿哲这个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是不是我们应该先把左边的利润了结一些我得要去落袋为安一下吧从这一个砸盘低点之后，股价有出现这根 K 线吗？收盘比昨天最低要低有吗？就没有了，直到这一天。好，你拿到这里也够了呀。你说后面我追进来了，好，拿到这个地方也够了吧？我获利了结。好，后面这一天又以一根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的 K 线作为低点，是吧？这个地方又出现了，而后我们是不是说怎么去买进一般就是后面走强，你可以再去买。就一旦上涨当中出现了这根 K 线，收盘比昨天最低价都低了，这根 K 线一旦出现，它不是走弱，而是反而走强的，那一般就是个买点，因为它一般预示着还能够上涨，还有行情，是吧？你回过头看一下嘛，是吧？一旦出现这根 K 线之后，一般能够走强的就不正常，出现了这根 K 线之后还能够走出缺口，还能跳空上涨就不正常你看出现之后第二天还能够继续上涨股价后面还是继续抬高，还能继续加速的，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包括这里是吧？出现之后第二天反包，你说这不是买点吗？好，所以出现之后第二天长下影线，你说这不是有问题吗？包括这个地方出现之后第二天是10日线，后面下跌没有问题这一天卖出没有问题，但这一天有问题，因为这一天它是一个收盘比昨天最低要低的，但是第二天呢是一个反包，虽然没有完全反包，但这一天是不是又是上涨，是吧？包括这一天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又是一个反包阳线，又是一个大阳线，是不是都是有问题的？那你说阿哲我用最右侧的最保守的方法，我一旦出现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好，我就是风险我卖出，而后我看一下后面会不会再走强，如果再出现强势阳线或者再出现了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我去买进，有问题吗？没有太多问题，这种是一个纯粹的右侧的操作方法。我不管资金是想干嘛，是洗盘砸盘还是一个这个出货，我就看着你来你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好，我之前的利润我就获利了结。好，你只要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了，好，我认为你又再买进了，好，我就重新看多。那么按照这套思路呢，虽然说它不一定，它基本上买不到最低点和卖到最高点，但是呢，它不会让你错过特别多的行情，好，是吧？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如此。那出现了这根 K 线之后，后面还敢走出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是不是有问题？
好，出现这根 K 线之后，后面还是会出现收盘比昨天最高要高，就是有问题。好，那你看一下，好，出现了这根 K 线之后，后面有没有收盘价比昨天最高要高？来看一下，是吧？出现了呀，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是不是风险？左边的利润要卖出了，要了结了。好，那么这一根阳线出现，你说阿哲会不会有机会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了吗？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了吗？收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高了吗？是不是都没有啊？收盘价都没有比昨天最高价高。好，又出现一天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连续出现2次啊，而且第2次还是跳空下跌。你说这个地方和前面一样吗？大家想想啊，这个地方和前面的每一次出现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的时候一样吗？一样的回复个 yes 啊，不一样的回复个 no 啊，想想啊，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是不是这一轮行情你说阿哲我是从头吃到尾吗？我没有啊，我也有卖出，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啊，但是我是不是会在某些位置重新买进？只要它有行情，我就一定肯定会赚的啊。这个方式呢虽然很笨啊，不能说笨吧，它很傻瓜，是吧？我就看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啊，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了啊，我就傻傻的我就看着这2根 K 线出现，一出现我就卖，一出现我就买。你会发现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它就这么简单的方法，它比绝大部分的散户啊，这个整天想、整天分析啊，这个市场行情啊，这个环境啊，有没有打仗啊，这有没有这个风险啊、危机啊，是不是比他们分析一大堆都要来得实在一点啊？这就是技术面有时候的优势啊，可以让你更加轻松一点，是不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它出现这根 K 线之后啊，没有再走强，而后再次走弱，而且有跳空缺口，是不是肯定不一样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它风险蛮大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呀。当市场出现了大部分的利润产生的时候，你都知道身边的朋友都赚钱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害怕一下？好，如果再出现这种 K 线，你就知道了，你应该躲一下。你不一定躲对啊，你不一定卖对，说不定这一天出现的时候呢，你的朋友说不用担心，后面还能涨啊。有很多人告诉你啊，这个前面涨得那么厉害啊，出现了一天的下跌算什么呢？啊，但是你不用管很多，你就卖出就对了。你说阿哲，我卖出之后涨起来会不会嘲笑我呀？他们，你管那么多呢？下跌的时候你管他呢，是吧？他有时候还会暴跌呢，啊，暴跌的时候呢，他们就闭嘴了。好，那么看到这里啊，你说阿哲好，这一天出现了，我又卖出了啊，这一天出现了，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了，我卖出了。第2天我卖错了，第2天市场告诉我，哎，你看错了，我骗你的。那请问这一天你能不能买进呢？啊，可以的，回复一个6啊，不可以的，回复一个7。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讲课的时候不能干听啊。你说阿哲你讲，哎，不管讲的怎么样，我听着，我就用耳朵听，眼睛看。这样的学习效果是最差的啊！你大家注意了，学习呢，同样一节课程，同样的老师，同样的内容，阿哲讲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来听，效果就是不同。有些人在当时这一天他是真的买进了哈，大家注意了，这一天收的这根阳线，阿哲在上期的直播当中是吧？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阿哲的是首页直播下方的这2个直播，就是7天前的、6天前的啊，12月1号、12月2号。当时阿哲有问大家，这2根 K 线是不是买点？有人回复是买点，有人回复不是买点。有些人是真的学了，而且用了，并且他买进了。而有些同学呢，哪怕你听了阿哲讲了1年了，再次出现买点，你还是不会买进。因为你永远呢只是听，你根本没有去练习，你根本没有去真正的落到实战当中。所以为什么说美股本周会加速啊？为什么阿哲你要这么说？很简单嘛，当时这一天出现的就是这根 K 线，感恩节后出现的嘛，11月19号，11月19号是周五，12月1号呢就是周天的时候嘛，啊，就是那一天嘛。那当时那一天这根阳线出现，阿哲就问大家了，是不是买点嘛？那为什么会认为它可能会加速呢？因为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昨天是收盘跌破了最低，今天的收盘又突破了最高，
说明什么呀？说明昨天是洗盘，是砸盘，那么也就说明了后面还有行情嘛。当时阿哲的观点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只是说技术面上你就可以看涨。好，定海神针是什么技术指标？没有定海神针啊，哪来的定海神针？啊，你说它是吧？它不太够啊，这个针有点太短了，定海神针太短了这个。好，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了，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啊，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这一天收盘没有比昨天最高价高啊，但是呢，它的收盘也没有跌破昨天最低价，所以它呢是一个停顿的 K 线，它不是一个强势做多，它是一个停顿 K 线。好，那这一天回复了啊，又强势了，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好，那现在呢，右侧的风险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说了，按照刚才最一个傻瓜式的操作，等一天的收盘价比它的最低价低，是吧？啊，是的，突破防守阴的高点。但是我们说，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右侧的风险，但是阿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技术分析啊，很多时候相对简单的方向就是你研究一下图表的规律。我们技术分析当中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为什么要用技术分析？因为我们认为的一个观点就是历史行情会不断的重演嘛，就是它虽然不是简单的复刻啊，不会1:1的复刻，但是它总会有相似的地方。来让大家看一个地方，来看到这里，比如说股价走出了连续上涨之后，是不是收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高？收盘比昨天的最高价高，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它也是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而后这一天是不是走了一根阴线？前面是加速的，而后这一天是阴线，而后这一天是仿包阳线啊！大家注意了这个走势啊。好，我们再看到这一个高点，股价是不是一直上涨啊？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啊，包括这些位置，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而后出现了一根 K 线啊，一根 K 线，一根阴线啊，又是一根阴线，而后股价第二天再次出现了仿包，这个仿包呢没有突破昨天最高啊，但是呢确实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阳包阴啊，这里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到现在是不是股价连续的加速上涨，强势的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了一根阴线，而后再次反包，是吧？有感觉到什么相似之处吗？这三个行情，这三个加速啊，其实包括像这一个它是少了一个动作，少了一个反包，像前面的这一个高点，包括这一个高点，其实像前面的这一个高点也一样的啊，包括像这个地方的高点是一样的，是吧？一样的，你会发现一模一样，哎，不能说100%了，但是它的一个动作是一样的，就是连续的加速之后会有那么一根停顿的 K 线。好，注意了，是连续的加速之后有那么一根停顿的 K 线啊，一般是阴线。好，停顿之后呢，会走出一个反包啊，而后反包的这一根阳线的高点，只要不突破，注意了，只要不突破，它就是高点。来看到这里，是吧？连续的上涨一般会有跳空啊，大阳线。好，连续的上涨出现一根阴线，是吧？走弱不一定是下跌，但是是阴线。好，它虽然这一天没反包，但这一天反包了。哎，反包之后这一根阳线的高点是不是就是高点？好，来看到这里，连续的上涨，但是它不是加速，所以这个地方意义呢差一点，不是很像。因为这里没有加速。好，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出现之后是不是有一个阳线反包啊？但是这种可以反包之后突破的呢，一般就还有行情。好，那你会发现连续的阳线出现了，好，停顿一下，第二天反包啊。阿哲说的这一个方法呢是最近的规律，它不是一个战法啊，或者说目前呢阿哲还没有把它列为战法当中，但是它是一个最近的规律最近的规律，它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市场，但是阿哲看到的纳指目前就是有这个规律啊。阿哲不知道这个资金是为什么，但是呢他就喜欢这样去做。好，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有一个反包？好，你会发现这个高点没突破，
一般就结束了。好，看到这里是吧？你说阿哲，那前面这些呢？这里也可以啊。你看仿包是仿包了嘛？这高点不突破了嘛？仿包扬州高点是不是突破了呀？都突破了。那到了这一天，是不是股价前面是加速的，而后一根阴线，一个仿包，是吧？一个仿包，高点是不是没有突破？好，这个地方就是高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这2根阴线的不是很标准啊，最好看1根阴线的。你看上涨之后走一阴，走一反包，能突破的话呢，就还没有太多问题。好，差不多啊，就这些。你看这里是不是又是连续的阳线啊？又是连续阳线，好，又是一根阴线吧，又是反包。还有同学说散户容易中招啊，是以为这一天啊很好，那它的高点你看能不能突破吧？啊，就按照之前的规律来说，你就看一下周五的这一根阳线的高点能不能突破吧。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前期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首先它这个加速就不多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加速。好的，比如说像这里，你看，像这里连续的上涨吧，有加速。好，阴线之后反包，你看这个高点一般就是比较强的压力啊，这根阳线的反包突破了啊，第二天出现假阴线啊，我们说这里是假阴线见的高点，假阴线之后出现跌破，同样呢也把这一个高点跌破啊。虽然说这一个阳线，你看这个反包之后它不是一个最高点，是吧？它不是一个最高点，但是基本上也是一个压力区了啊，就是这种连续加速之后啊，这个反包的 K 线，好像之前不多啊，之前这种规律不多，但最近呢确实蛮多的。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它是一个小小的规律，最近的规律，连续的加速之后一根阴线，然后反包，一般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啊，能够明白吗？阿哲表达的意思，可以的话回复个 OK 啊 ，OK， 这是一个小小的规律啊，最近呢比较明显，之前的话呢偶尔也有，但是没有像最近这1-2年出现的这么频繁啊，最近的这1-2年的高点啊，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出现的，就是加速之后的阳线反包往往是一个高点，或者说往往是一个压力。所以目前呢，右侧是还看不出风险，但假如周一的时候啊，就今天啊，阿哲呢是今天，大家的时间不太确定，但阿哲呢香港时间今天是晚上的时候开盘嘛，周一。如果你发现周一的时候这个地方，如果它已经开始走弱了，比如说出现了个10日星，比如已经出现了我们说的负阴线是吧？啊，直接出现收盘跌破，那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但假如在这个阳线的高点附近走弱了啊，它不能保持那种强势的突破，或者说突破之后在本周又掉下来啊，这个就是要比较害怕的啊，就要小心一点的。好，前面呢我们讲一下右侧的啊，跟昨天补充了一下昨天的内容。昨天阿哲说到这个负阴线，它不一定就会绝对的出现在高点，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再学一些右侧的实顶的方法。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1、2号的变盘。那么1号、2号的变盘呢是昨天讲过1号变盘，是吧？昨天讲了一个1号变盘。1号变盘，昨天的同学有听到吗？就我们现在直播间100来号人，昨天第一个变盘的模型你是学了没有？如果你是听了的啊，你回复个1啊，阿哲看一下有多少同学是学了。如果大家都听了的，那么阿哲这里呢就不过多的去讲了，我们直接讲2号啊。如果是新同学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讲一讲1号啊。如果大家都是听了的，那么等等就简单提一提啊，我们就过了啊，我们就讲一下这个2号啊，看一下有多少同学是没有听到的啊，大部分都听了是吧？好，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因为阿哲看到有同学还是有回复2的，那么完全如果你是没有听到的，那么这里阿哲简单说一下啊，我就说一下它是什么样、长什么样的啊，以及它怎么用。你说它的原理啊，这个就不解释了。昨天的直播阿哲是讲过这个1号的啊。好，那么它的一个模型它是长怎么样的呢？它其实就是看 K 线的颜色啊，就是阴线和阳线的颜色。阿哲的颜色和大家的颜色有可能会有区别啊，所以阿哲这里呢稍微的去表明一下，就是这个方法只看颜色。
你不用管是真阳线、假阳线。就有些同学，如果你的软件当中，你的看盘软件当中，你把这一个你如果把真阳线和真阴线，或者说假阳线、假阴线的颜色有所改变的，有些同学他是假阴线是什么？假阴线就是上涨而后收阴吧。那么在阿哲的软件当中呢，它只要是阴线就是红色的，不管是真假啊。有些同学你可能你的软件当中呢，它如果是这个假阴线，你可能显示的是一个绿色的，显示的是阳线的颜色啊，可能就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在用这个方法之前，你先把你的软件的颜色调一下，就是它只有2种颜色，不看收盘价啊，就只看它当天的一个涨跌啊。所以大家注意了，如果你的软件是调了假阴线、假阳线啊，它是以收盘价显示颜色的啊，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你把它调整一下，调回来，调成正常的啊，它就是只看颜色，当天涨跌，今天的收盘比今天的收盘比今天的开盘是大的，那么就是阳线，就是绿色的。今天的收盘如果比开盘是低的，是小的，那么就是下跌，就是阴线，就是红色的啊。这个先跟大家去讲清楚啊。昨天有些同学是有说到这个问题啊，就为什么阿哲你是阴阳交错模型，我这里没有啊？就颜色设置上不要弄错。好，那么这一个模型它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阳线啊，红色的 K 线阳线，而后再出现了一个绿色的 K 线啊，是一个阴线，就是颜色上只看颜色。如果出现这样的一组，我们就说啊，它是一对嘛，就是一阴一阳。好，那么假设市场的走势呢，它又来了一根阴线，又来了一根红色的 K 线啊，那么我们就说，这呢是还没有出现规律的啊，它只有再出现一根绿色的 K 线啊，就是阳线。好，构成了再一组的阴阳的结构，阴阳的颜色。好，这样子的话就会有2组啊，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好，它的颜色的特点就是它是交错的，并且它已经形成了规律，就今天是红的，明天就是绿的，今天是红的，明天就是绿的。好，这就是一个阴阳交错的 K 线的组合模型。一旦出现这4根 K 线，颜色是交错的，不管谁先谁后啊，只要是交错的，那么就是1号模型的形成。那么股价的后续只要把这个节奏给打破，那么就说明变盘点出现。如果这个规律没被打破，就说明行情还在平衡的市场当中。刚才很多同学回复了1啊，阿哲呢就问一下回复了1的同学，接下来比如这个模型是阿哲画出来的，那接下来的下一根 K 线它应该出现红色还是绿色才能够意味着市场的变盘？大家想想啊，然后写在公屏上。阿哲看一下回复1的同学刚才是不是真学了还是假学了啊？这个地方啊，红绿下一根它是什么颜色才会打破这一个规律？如果按照模型的一个阴阳交错的排列来讲，它下一个组合如果要保持平衡，它是不是得要是什么呀？它得要是一根红线才会保持平衡吧？就如果是红的，那么就说明这个规律是还不能证明被打破的。那如果它出现的是一个绿色的 K 线，那就不对了，是吧？绿色之后本来应该是红色的，但是它走绿了，就说明当前市场的平衡变化，它就是一个变盘点。好，那假如它不走绿，它走红呢，可以吗？也可以呀。这市场的变化你怎么说得清楚呢？那如果这天走红，那下一天它要怎么成为变盘点呢？它下一天是不是得要出现一根红色呀？是吧？那如果出现之后，它也是变盘点。也就是说，当出现了一个阴阳交错的1号模型，怎么样会成为变盘点呢？出现同色的 K 线，只要今天的颜色跟昨天的颜色是一样的，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变盘点。你不管它这个组合后面怎么去走，是涨是跌，这个组合的 K 线后续只要有2天颜色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变盘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去说一下。比如来，阿哲把这个人像挡一下看到这里是不是出现了最近的？我们讲最近的，是不是出现一根红色的 K 线，然后绿色的 K 线，在这里呢又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那你会发现的是，它是不是一个红绿？这里是不是一个红绿？而后这里又是一个红绿，是不是一直是阴阳交错？它有同色出现吗？没同色出现。好，那么后面出现同色了，那请问这里的1和2谁是变盘点？是1还是2？变盘点是谁？后面有同色的 K 线出现了，是1还是2？是变盘点，谁是变盘点？谁最先把规律打破谁就是变盘点。谁把规律打破谁就是变盘点。是不是同色 K 线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是不是1号 K 线的时候就同色了？它跟昨天是一个颜色嘛？好，所以它是同色。好，那么这里来了1号 K 线是变盘点。那么另外的问题就是变盘点它会怎么变呢？刚才我们讲了，变盘点宽泛来讲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当前的趋势会走反向，要么是震荡，要么是下跌，是吧？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加速。好，那变盘点出现，我知道这一天它有变盘的含义了，有机会是变盘点了，那怎么干呢？我们就需要判断一下目前的方向。当前的方向很明显是向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变盘方向这一天呢有可能是高点，但是它也有小概率是加速。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比较激进的同学，你前面赚钱了，你说这一天开始我执行卖出策略是可以的，但是呢这就比较激进了。我们说预测变盘点呢是预测的技术，而预测的技术呢它不完全等于交易的技术。交易和预测它是技术分析我们这个实战当中呢2个要去学习的好，那么预测一般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方向性的考虑，以及到了哪一个时间点或哪一个空间上呢我要小心，是吧？到了某个压力支撑到了哪一天我要小心，或者说我要去关注市场，这是一个预测的一个作用，它能提前告诉你哪个点位哪一天你要跟平时不太一样，你要查一准这个节奏，你可能要去卖出，或者说你可能要去买进这是预测的作用，它会模糊的告诉你，你在某一天某一刻你应该要有所警惕你应该呢要有所关注市场。之前你说我不看可以之前呢一直阴阳我不去看可以，好，这一天呢你要关注一下了，你要有所改变了，这是预测的一个作用，提醒一下你。但是它不是说你就一定要按它去操作，是吧？我们说这个天气预报呢都不是100%准的，你今天出门看了一下天大太阳，你说今天没有问题，但是你走着走着大太阳它也能够下雨。你今天出门看到有阴天出现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会不会它不下雨呢？我就直接出门呢有可能会被淋，有可能不被淋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带把伞？好，所以那个预测技术很多时候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它不一定100%准，但是你最好呢参考一下。好，这一天出现了，它有可能是阴天，是吧？它告诉你你要带伞，但它不一定会下雨。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交易的问题了，是吧？就是交易的问题了。就你看到今天是阴天了，你带不带伞？今天的太阳都没出现，你带不带伞？就是你真正去做的操作，你的交易的问题。你说阿哲阴天了，我还是不带伞。好，那么就是你交易呢就比较激进一点。好，阴天我带把伞，或者说我直接我不出门了，我跟朋友说我明天再约是吧？我这个事情我今天就不做了，我明天再做，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同的一个交易的风格，同一个预测的观点会有不同的交易的处理所以你会发现江恩呢，哪怕是江恩是吧？它预测准确度是成真高达95%，是吧？很准的一个准确度，但人家呢还是有配套的一个交易的行为规则，
它列了几十条交易的规则，来去辅助它的交易。哪怕它的预测准确度能够到95%，它也不会说我预测这里是低点我就直接买进，我预测那里是高点我就直接卖出，它也不会这么去做。哪怕是我们说预测之神啊，这个江恩是吧，他也不会把预测当成交易。人家还有几十条关于成交量、关于价格的规律、关于趋势的规则，去束缚他的一个交易啊，去约束他的交易啊，去配合预测。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一个散户，你要记得了，这是一个预测的方法，但是它不是交易的方法。好，所以这一天呢，我认为它可能会是高点，你可以卖，也可以不卖。好，那我怎么知道它可能会加速呢？一般就是这根 K 线啊，我们画一下区间。你可以画个区间，如果股价在出现变盘点之后，第二天还能走强势的 K 线，比如说今天的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了啊，是吧？它突破了它的高点，快速的突破。好，那你会知道啊，这个加速的可能性呢会更大一些啊，而这个见顶的可能性呢会偏小一些。这是一个预测和交易的不同，能够明白吗？清楚明白的，听得懂阿哲讲的，回复一个 Y。有时候阿哲讲的啰嗦一点呢，是因为讲一个技术的时候呢，必须要讲清楚很多同学他可能基础不一样，有些同学能够知道阿哲讲的意思就因为他可能不止第一次学习阿哲讲的预测方法但有些同学呢，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情况，就是阿哲你这样说是预测了，那他应该就很准。好，它既然很准，我是否能够以它直接做交易你说这一天预测是高点，好，我直接卖出那一天预测是低点，我直接买进，那就不太正常，不太对因为预测它就类似于一个环境的播报，预测呢，它是为了让你能够有所提醒，但是它不是说100%跟你说那里是高点，那里是低点，那就变成了神算了就变成玄学了它就不是科学的一个方法。所以交易和预测是两方面的一个事情你不能说你不预测，你不预测的话，你可能就真的说呆呆的跟着行情走了，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它肯定会相对慢一点所以预测和交易呢，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好，你但凡其中有一个研究的比较深，你应该都不会比其他人差。好，那么股价走势是不是一直上涨的？那么我们昨天是不是说了这个地方的变盘点有没有阴阳交错模型？有没有？是不是还没有因为这里只是一根阳线、阴线、阳线，所以它这一天它一定会走阴线吗？不会吧？这里只要出现一根阳线，那不就不是1号模型了吗？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2号模型，它这里绝对一定会出现某一个模型，要么是1号，要么是2号只要有一个颜色的间隔出现的时候，你会知道的是它一定会走出要么1号，要么2号等一下我们会说一下。好，那比如说看前面这里，是吧？一根阴线，一根阳线，一根阴线，一根阳线。好，出现之后，我哪知道它是一个低点是高点？但是第二天直接跳空加速，你知道这里是个低点你知道这里是一个低点，是吧？你说这一天跳空加速，那我还不知道前面变盘点是什么点吗？是吧？好，这个地方来。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一根阳线，这里是根阴线，阳线阴线。好，变盘是不是被突破了这个呢会更快一点这个更快因为这个地方是突破了，变盘点是这一天然后突破，所以这一天呢告诉你这里呢是低点的概率会很大。好，那么像这个地方的阴阳交错呢，是不是这一天是变盘点？好，这一天突破是不是依旧告诉你这个地方还有上涨空间所以呢阴阳交错呢它出现的频率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多一点。那像这种阴阳交错，阳阴阳阴阳阳，是吧？这一天是变盘点，上涨当中，而且是加速当中，是不是高点的概率是有的？但它突破了，说明还有空间还有空间。好，只是呢，我们有时候是突破之后空间不一定你只知道它还有上涨空间，方向性呢还没有完全改变。像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一根阳线、阴线阳线、阴线、阴线，是不是构成了一个组合之后有了同色的 K 线出现？那么它就是变盘点。那股价前面上涨走到这一天，你哪知道它是变盘高变盘低但是你大概率知道这一天是变盘的高点，为什么？因为前面都涨这么多了，这一天变盘高点很稀奇嘛？就不稀奇吧？
好，所以这一天后续还是跌破的，跳空下跌的，所以这些高点的概率就很大了。那你看到这里啊，一根阳，一根阳，一根阴，一根阳，一根阴，好，阳阴阳阴，变盘点在哪里？变盘点是不是这一天同色 K 线啊？同色 K 线，好，出现之后呢，因为它已经是调整了，而后这里是不是一个区间啊？突破回来，突破，而后还有大阳线出现，那是不是方向很明确？这里是一个变盘低点，股价后面更容易是上涨的啊。它虽然不是说一定变盘点就是最低和最高，但它能够给你一些区间上的提醒，这是一个 K 线的预测。好，这是刚才所讲到的第一个啊1号模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二个，叫做阴阳交错的2号模型。所谓的2号模型，它是跟1号模型有所不同，但是呢，你只要理解了1号模型的变盘点，那么2号模型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太多的难度。我们简单讲一讲。那么依旧阿哲把1号模型的先标记一下，1号模型长什么样呢？就是颜色的交错，只要出现2组啊，只要出现2组，那么它就是一个1号模型。好，那么1号模型的对应就是是不是一根红啊？就是它是一对应的，就是它是交错对应一对应的。好，那么像这个2号模型呢就不太一样了。2号模型它的情况是这样的，看到图当中2号模型它会相对多那么一根 K 线才能够去确认。2号模型它的特点在于212啊，212啊，在这里画一个红。好，看到这里，2号模型一般需要有5根 K 线，它呢走势是212啊，这个颜色调一下是212。好，来，然后我们把它画一下。那当然呢，它也有可能是它不一定是非得要2根阴线，2根阳线可以吗？也可以啊，2根阳线也可以。然后我们来中间呢是阴线，然后呢是阳线，那么是不是也行啊？那么只要出现这种212，2根同色 K 线，一根异色 K 线，然后2根同色 K 线啊，它呢就是阴阳交错的2号模型。好，2号模型之后，它有几个变盘点，它能出现几种变盘的情况，大家思考一下啊。如果你能够想到一种变盘的颜色，你回复个1啊；如果你能想到2个，回复个2啊；3个回复3啊；没有的话回复0。就这种规律，它可以被怎么去打破？你可以先列举一下，你脑海当中想一想，它能够被多少种颜色的规律去打破？就出现了212之后啊，它有几种情况能够被打破？大家想想，啊，不能一直阿着讲吧，啊，大家也要动动啊这个小指头啊，动动这个脑瓜子想一想，然后告诉阿哲，啊，就是212的这种情况有多少种？212的规律呢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因为它的 K 线更多，它的规律呢更加固定，所以一旦出现某种情况就很容易被打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根阴线，一根阳线，2根阴线，也就是说后面下一组啊，它只要不是又是2阴1阳2阴，那么它就会被打破。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的，比如说啊2阴1阳2阴，后面是不是要1阳啊？那如果这一天是阳线，那就肯定会被延续规律吧。那如果这一天是阴线呢？如果是阴线的话，那么是不是规律就打破了？那这一天就是一个变盘 K 线。好，那假如啊，包括下面的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下面的出现的是一根阳线呢？那它不也是被打破了变盘规律呢？好，那又比如说，那上面的如果它不这么走呢？它走的是一根阳线呢，是吧？它又是2阴1阳2阴1阳，那是不是后面要加2阴？好，加2阴的话，那如果后面的2阴它如果只有1阴和1阳呢？那是不是阳线这一天也可以是变盘点？那如果阳线之后
它走的又是一根阳线呢？那是不是这个地方也能够是变盘点？哎，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这里是3种，是吧？它可能会出现3种变盘啊，它就是比较近期的。你说它再延续呢？它如果再延续呢？啊，是不是再延续的话啊，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种，那我们就不说了。它可能会延续几个结构再变盘，那肯定不说了啊。大体呢就是3个啊，当然呢加上下面的啊，它也是3个啊，就近期变盘的大体就是这3个。再往后延，那么可能就比较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当中这种规律的产生，哎，来看一下。好，比如说看到这个地方，这里这是哪里呢？这是纳斯达克指数7月30号啊，就是纳指24年7月的30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天是不是出现了2根的阴线，而后1根阳线？那么是不是又出现了2根的阴线？是不是212？这是212的模型。好，212的模型。好，出现之后，股价的走势，这一天出现了阳线。请问这一根阳线是否是变盘点？它是不是变盘点？是的，回复1；不是，回复2。就股价走了212。好，那么这一天的阳线是不是变盘点？啊，觉得是的，回复1；啊，不是的，回复2。我们想想，是吗？是还是不是？好，212是不是它是2根阴线，两根阴线啊，1根阳线？那么2根阴线之后，它应该接的是什么？是不是212？它应该接的是1根阴线啊，因为前面是2根阴线嘛。212它后面接的应该是1根阴线啊，1根阳线。好，那么1根阳线它就没问题啊，它是不是1根阳线？它对呀，它是1根阳线啊，这里没变啊，它规律没有打破。好，那么212的2它就是阳线，那这一根阳线就没有问题，因为它是这个1嘛，它是个1嘛。好，那1之后是不是要2呀？1之后2的话，它是不是阴线？你发现它是阳线，所以这一天才是变盘点啊。所以股价这一波下跌，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里，它才是变盘点。好，变盘点前面是大跌的，那这个地方你说它是高点嘛？不太可能吧？啊，好，第2天呢是下跌复线，那你说高点吗？啊，这里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是吧？啊，因为它第2天是复线啊，但是我们看到高点后续被突破了，那是不是后面应该还有上涨空间啊？好，所以我们哪怕说这一天我卖出了，这一天你也可以重新买进啊，因为它的高点突破了。好，那么你包括我们再往后看，这里是不是2根阳线，1根阴线，2根阳线啊？这里是不是也是212？好，212之后这里是1吧，1是阴线是没有问题的。好，1之后再加1根什么 K 线，再加1根阳线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212，但这个地方应该是2根阳线，它就是阴线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也是变盘点。变盘点后高点突破，而且有缺口，说明这里还有上涨空间，是吧？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一个212。好，那包括这个地方，这里是不是2？这里是2吧？啊，这里是1啊，这里是2。好，212。好，211出现之后，这里是一根阳线，请问它能够是变盘点吗？刚才好多同学回答的是不太对的啊，回复1、回复2的参差不齐。那现在这里这根它是变盘点吗？是的，回复 yes 啊，不是的，回复 no。就这一根阳线是变盘点吗？如果你觉得是的话，啊，你可以回复一个 yes 啊，不是的话呢，可以回复一个 no。都是 yes 是吧？有同学回复 no 啊，少数的啊，少数的。好，那回复 yes 的同学啊是对的啊，回复 no 的呢，看清楚了，212这里是2根阳线，1根阴线，2根阳线。好，2阳1阴加2阳啊，那么下面一个应该是1阴吧？1阴出现了1阳线，它肯定就是变盘点，规律打破。好，所以它的高点呢应该是，如果不能突破，风险为主，可能是高点啊，突破了
则意味着后面还是有上涨空间的。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股价在这里开始是不是还有上涨空间，还有机会啊？包括你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212？变盘点在哪里？这里是1是没问题的。好，这一天是变盘点吧？变盘点后高点有出现有效突破吗？是不是没有啊？冲高回落还是关头阴啊？有时候变盘点之后你要小心一些 K 线的出现。变盘点之后如果是负线啊、关头阴线啊或防守阴线之类的都要小心一点，是吧？这个变盘点之后冲高出现了关头阴线，冲高回落啊，出现了高点啊，包括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好，212这里本来是1的阴线，却是阳线，好，股价突破还有加速，这里是不是还能看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像就没有了啊，看一下前面的啊，包括这里是吧？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本来应该是阴线的，它却是阳线啊，所以股价呢突破是不是加速啊？好，看到这里，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好，212这里是1，这里是变盘点吧？变盘点之后是大跌的啊，股价后续低点跌了一下，没有效跌破，快速的又缺口突破它的高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变盘上涨啊？包括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1，这个地方是不是变盘点啊？它本来是阳线的，它却是阴线，高点突破，是不是股价后面还是看涨的？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一定会出现一个模型呢？好，请问今天啊应该出现什么 K 线才能够构成212模型？是阳线还是阴线啊？就这个地方啊，构成什么 K 线才能够出现2号模型？好像延迟有点变高了是吧？啊，看大家这个回复稍微的变慢了一点啊，阿哲稍微等一下，什么 K 线？好，那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一天如果收阴线，就今天啊，今天如果收阴线，它就是1号模型；今天如果是收阳线，它就是2号模型，是吧？那除非今天不开盘啊，所以今天呢，它不管怎么样，它要么是1号模型，它要么是2号模型啊。收阴线就是1号，收阳线就是2号啊。而后再按照我们所说的变盘点你去观察。好，当然如果这一天直接是右侧的风险，那就后面再跟踪，有可能变盘点就是低点。如果后面依旧是上涨的，变盘点就大概率是高点啊。大家注意了，如果这一天是上涨的，那么变盘点呢，后续其实大概率还是高点。如果在变盘点出现之前，因为今天不管收阴收阳都不是变盘点，它只是模型出现，变盘点还得要等到至少周2或周3，是吧？到时候如果变盘点前它保持上涨，你说周1、周2、周3都在涨，基本上变盘点9%是高点。好，那如果周1、周2、周3变盘点前是调整的，而且可能会有大跌，好，那么这个变盘点呢，9%的概率啊是低点啊，至少是个反弹低点。好，大家注意了啊，很明确的观点，就如果因为它周1的话，它只能形成模型嘛，它不是变盘点。周1不管是收阳还是收阴，它就是一个1号或者2号模型。变盘点最少最快也得是周2，是吧？也得是周2啊，或者说周3，是吧？好，那么假设周2、周3是出现了变盘，某一天出现了变盘。好，那么在这3天的时候，你看一下它的方向，因为前面已经连续的上涨了，这个地方如果这3天还在涨，那么基本上变盘点9%的概率是高点，不太现实会加速。阿哲不能说100%，但是99%啊是高点。那如果这个地方是下跌的话呢，啊有7、8成的概率是反弹低点，就是1、2、3这3天如果是下跌的。啊，在变盘点前是下跌的啊，那么这个低点的概率呢，会相对来说啊，不能说99%啊，但是7、80%呢，大概率会有反弹出现啊，有小概率情况呢，
它可能会跌破场升，加速下跌啊。但是如果这3天是上涨的，基本上99%的可能是变盘高点。好，所以为什么说本周这个相对小心一点啊？就差不多是这个方面啊，这个方面如果是继续上涨，高点变盘啊，是板上钉钉的。如果是稍微提前调整，那是有机会呢，是牛回头，再次给你机会啊。所以这2个模型，我们在本周啊公开课给大家去分享啊。能够理解阿哲为什么要讲这2个了吗？能够理解的可以回复一个888啊。现在应该明白了吧？这2个模型。所以在本周的市场，你可以这么去的看，我说的是纳指啊，本周的市场你可以这么去看，这么去关注啊，作为一个提醒。如果出现变盘点啊，那么上涨的话呢，你要提醒一下自己啊，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变盘高点。如果是下跌的时候出现变盘点呢，你要提醒一下自己，我们说预测嘛，提醒一下自己，这里是一个变盘低点是有可能的。而后就是实际去交易的问题了。我们预测是这2个方向，就出现什么情况，预测是高点或低点。好，那如果出现了预测的现象啊，可能是高点或可能是低点，我预测出来了啊，我判定那一天有机会是高点或低点，那接下来就是交易的问题啊，交易的问题呢，我们后面再说